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康收视的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直接来讲，好，今天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消息引起国人大家非常多的关注。当然，金华城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办到了尾声？但是在国道上面的一个车祸，一个金融分析师，然后陈明慧，然后因此殒命，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多一些揣测。虽然刑事局告诉你大家不要任意揣测。但是中间有太多一些的吊诡，尤其是担任一个金融分析师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破获了多少协助政府的一些相关的破获了多少一些的案子？那为什么会在凌晨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那引起了非常多人一些的关注。最高检在今天就直接请直接叫主检，然后直接开始组成专案。清华，这个金融分析调查师就是陈梅慧。他在包括币圈或是金融圈这些非常有名，虚拟货币圈，对，他在帮国内有很多，今天媒体上报道，他一个人，然后帮助相关的一些单位，不管刑事单位或什么，可能会有90几亿的一些诈骗案的一些的款项，对，所以，但是他在国道的这一次一个金融分析师之死，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些震撼？他是这个等于在虚拟货币圈里面这个。XREX 这个交易所，货币交易所，它等于是首席的这个金融犯罪那个首席防止金融犯罪师了。OK， 那他的角色其实非常特别，就是说他其实本身有技术背景，就懂资讯，然后懂资讯呢，然后又懂这个虚拟货币这一块，然后这个女生的特色就是她其实对社会很关心，所以很多社会运动她有参与，所以你就把她想象成一个她的想法是觉得说这些新时代这么多区块链跟虚拟货币进来的话，很多的犯罪手法一定会跟以前大不一样。那你如果呢，这个没有办法去理解，他说的是我们的不管是警方也好，或者司法圈也好，你如果没有办法理解这些手法，那你就无法理解说未来的犯罪会产生什么样子。那你如果无法理解，那你没办法看到未来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犯罪手法的话，那如果按照台湾是罪行法定主义的国家的话，那你怎么把法条给定出来，然后刚好能够让犯罪的人可以被定罪？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梅慧他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呢，他是一直在协助这个警方在办案。那尤其是不管我们看那个创意私房的案子，他也帮忙。对。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关于那个虚拟货币诈骗的案子，他也帮忙。因为这些东西，他认为只要过去这个司法系统不是那么熟的，警方不是那么熟的，他都愿意去做帮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陈梅慧这一次的这个死讯引起大家震惊的原因，特别是在虚拟货币的币圈然后或是新创圈然后或是像有很多过去跟他有合作过的律师其实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好，那讲完了这个陈梅慧的背景之后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让大家觉得很错愕。本案为什么让大家错愕？原因是第一个是这个案子就陈梅慧呢，她是被这个台中地检署调查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陈梅慧的这个男朋友是一位谢姓的侦查员，那么她男朋友是一位谢姓的侦查员，那么现在就是说这谢姓侦查员的他的同事检举他说你有泄密给这个陈梅慧。那等于说你在侦办的案子里面，你有泄密给陈梅慧，然后他的这个谢姓侦查员的同事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往他的这个向上去做检举了。那检举之后呢，这件事情台中地检署要办嘛。好，那大家好奇的几个点就一个一个列出来。第一个是大家好奇说这件事情有重要到台中地检署是有需要这个漏夜侦讯吗？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是有需要这件事情就是。它也不是一个马上有急迫性会影响到公益的案子。那为什么需要在晚上的时候夜间侦讯，把这个陈梅慧叫到台中地检署来做这侦讯？好，这是第一个大家问号。第二个是这个陈梅慧等于说这个侦讯完了，然后在这个返回家的过程里面，然后在新竹在北上国道1号的77.7公里处，在这个地方前面等于他们看到好像有车况，就好像有车祸，有几部车有车祸，等于说他看到前面有车子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在减速了。他们陈梅慧的车，他们是叫 Uber 的车子啦。那陈梅慧跟她的这个谢姓侦查员男友叫 Uber 的车子的时候呢，看到前面有车况，等于他们已经要减速了。那这是正常状况，尤其各位要知道那是晚上对，晚上如果我们看到凌晨的时候，就是晚上凌晨我们如果看到前面有不明车况，任何人直觉反应都是减速，对不对？
好，那陈培慧的他们的车子呢，因为他坐在后方，那他的司机减速了，司机减速在往前的时候呢，照理说大家都要减速才对。就后面有一台厢型车呢，就往前没有减速就冲上去，就直接撞上去，所以就呈现了他的车子被前后夹击的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陈培慧在现场这场车祸里面，他等于在里面后来送医不治了，就往生了。好，那但是这件事情就让大家困惑有几个点。除了前面我们讲到说台中地检署到底有没有必要漏夜侦讯之外，另外大家好奇的是，在晚上这个时间点，在国道北上这个77.7公里处这个地方哦，坦白说，因为像我是每天这个新竹跟台北之间跑，所以呢，照理说那个地方如果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一段路哦，这个三不五时都会遇到，不是三不五时都会遇到车况有问题哦，其实车祸还不少。然后所以那一段你只要看到有车祸，就底下车有状况，你一定第一时间就是那段应该是上坡大弯道，上坡大弯道过去，而且灯光不好。那个对灯光是比较那个，所以那一段哈，照理说事故不算少了，就三不五时，我们都几天就会看到那边有事故状，就那一段减速是正常的。所以后面那一台厢型车到底为什么它会不减速，然后呢保持那个速度这样冲，这个直接撞上去，然后造成这个遗憾的事情，这是大家第二个疑惑的点啊。那第三个疑惑的点是，目前为止传出来新闻，因为现在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新闻很多，目前为止传出来新闻说，那几台车子里面还有一台好像说这个车主还是有搭车的人，疑似有四海帮的背景，就是有帮派背景，所以呢，这个背景也让大家觉得说，这里面呢，人家觉得说相关的问题的疑虑会不会升高？那再来要讲就是什么叫相关问题的疑虑？相关问题疑虑就是因为它阻止了太多的犯罪的案子，这里面扣住了很多虚拟货币。那虚拟货币每颗现在都很贵哦。那你要想说这个虚拟货币呢，这个有被扣住的，那对当事人来讲啊，我如果被扣住了啊，我又拿不回去，这都是损失。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讲说，是不是有被扣住的当事人哦，有这个黑道背景？那其实也不管是不是黑道啦，就是你如果有这么大的资产量被扣住，你怎么样都会想办法把它弄回来。所以才有人说，这里面是不是因为它阻止了太多犯罪的案子，或是协助办理扣住了太多的这个虚拟货币的案子，所以导致呢有仇家盯上它，这里面有寻仇的可能性在。但不管是哪一种，我要再强调一件事情哦，刚刚我们所讲的都是案发到目前为止，因为大家太关心这个案子所传出来的各种的疑云，所以最后到底这个案子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还是要看这个警方啊跟检方介入办案的结果而定。OK， 这样讲，这整件事情，第一个，刑事局告诉你千万不要随便臆测，但最高检今天就直接开始专案调查，然后要主检，因为地段算应该是在主检的范围，叫主检直接，那主检成立了专案小组，因为中间过程，第一个，他办的有太多复杂的一些的案子。第二个，媒体上报道说有人讲说他最近在处理一些很麻烦的一些的案子，那其中有点名几个案子，都是大家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些的案子吧。然后甚或也有包括媒体人，甚或有一些议员有讲说有听到就是有道上人在问那个陈培慧的背景到底会是什么。你光把这些摆在一起，然后最后发生这样的一些结果，这所有的东西环环相扣摆在一起。好啦，刑事局告诉你，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臆测，阴谋论满天飞是没错，他就跟你讲，你千万不要这样。那刚才清华也讲说，当然最后大家都会看检调，在最后调查以后到底是怎么样。可是这太吊诡了吧？基本上呢，我们30几年前刚当记者的时候呢，师父都教我们一件事情。官方的说法要倒着看，这个是我们记者的基本素养。那我们今天会觉得这条新闻，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全民柯南运动都爆发起来了。对，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刑事局竟然在这样一个事件里面，透过国家通讯社发表了一个新闻，在这个时间这么快，勿臆测。刑事局要透过中央社，告诉你不要臆测，让我们做记者来讲，那个神经马上竖起来了。对，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你就是真相赶快查嘛，一个车祸嘛，你最后为什么要这么主动？所以后面看到高检要查，那大家就觉得说，这中间可能有很多的故事。然后当然了，陈培慧他本身的一个过去是司改会，然后他也很热心做这个司法改革，然后他也认识很多人，然后现在2个案子呢又是瞩目案件。然后尤其是里面的主办88会馆里面还传出了100多亿，还接近100亿虚拟货币，他本来就是虚拟货币的专家。那这个凑起来之后，后面有些东西太怪了。第一个我就问东豪嘛，现在传出来是说泄密那个个资，泄密个资有重要到晚上侦讯，6个小时侦讯，对啊，这个就很怪了。然后第二个怪是说没有错，在那个77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路段，在40分钟前。
800公尺前有一个车祸，那有个车祸，当然就造成了可能回堵，可能又怎样。但是你从最基本的车祸现场，我相信将来道安委员会一定要算得出来了，这是最基本物理嘛。一辆后车追撞前车，前车再往前撞4台车，那个通常你后车撞前车，如果你就进行慢速了，减下来，你不会前面撞到4台车，它总共是6台车。那样子就是后面那一台车，要么不是重量很大，要么就是速度很快。速度很快。那可是速度很快，一个修理车，你在这个路径里面，当然后面就去查那个到底后面那个司机到底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理的地方，速度这么快？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理的地方，速度这么快？因为你是前面，其实关键就是，如果你撞到一台跟前面那台夹道，那在物理学上都合理。但是如果当了前面还撞了4台，然后现在没有讲那4台的状况，可是你可以撞到前面4台。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照媒体披露出来的讯息，6台车大部分都是轻伤，可是那只有他。可是你那个只有他就是，所以他的就是后面撞他的那个力量非常大嘛。那个到底是刻意还是真的无意？那其实我就很怪了嘛，就很怪了嘛。所以整个事件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案件是很奇特的。然后所以现在开始全民柯蓝嘛，然后全民柯蓝之后，那其实这些事件检察官啊或什么一定会处理嘛。你马上刑事局出来一句误预测。这个是最怪的。怎么样？那第一个，为什么最高检要赶快下令查？因为你如果再没有快速动作，那这个故事要当然啊，而且呢，它有牵扯到司法单位，就刚刚各位质疑的，你为什么要半夜侦讯？是有这么重大的事情。那第二个，刚有提到3更半夜车子少，怎么会追撞啊？你要追撞某一部车，一定要3更半夜，车少你才可以锁定目标。对不对？你那白天车那么多，塞车撞不起来，大塞车，塞车有车祸，但是不会发生严重的伤亡，一定是那个很强的嘛。你如果要锁定某一台车，你最好的时间就是挑选在半夜的时候，没什么车，你才可以很精准的撞到。还有它造成重大伤害是因为夹击夹心饼，对，你如果前后撞，那它只是往前跑，当然也会受伤，而且它是第一台，可能没有它是被撞的第一台，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嘛。那另外重点就是这位死者，这位陈梅惠，他的身份，对，他现在在做了，这个才是最敏感的。他是所谓的查货币、数位货币的专家，这个应该很少吧？很少，很少。他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赶快找一个人来代替他？没那么容易找。第一个，这光训练培养要多久啊？第二个，我们警方所用的很多跟他有关的虚拟货币的教材都他写的，哇，是他写的。还有，他是民间人士，对，他为什么需要协助办案？表示我们的人不够，那人没求压搞，所以你如果找到一个类似像他这么厉害的，不容易找，就算找到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先死一个人也要来，对，所以你要找一个替代他，继续把他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不好找了，那因为他办的对象，协助办案的对象又是这个错综复杂，这个。那可以请柯文哲去吃饭、唱歌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非常高啊。所以难怪这个谣言故事一定会扩散。我认为我要求法务部，你要赶快把这个事情给查清楚。不是你出来跟大家说不要预测，大家就你不讲，大家更预测。对啊，创家就讲了，你莫名其妙跑出来不要预测。对，而且还中央社。所以当他出来说不要预测，显然他也听到了太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一定是这样嘛。那可是所有这些，来东豪，司法跑这么久，刚才所有的一些疑虑，从夜间侦讯开始，然后一路开始往下到这样子，你觉得重点？当然有很多人讲说要查，其实很快。第一个，所有管你几辆追撞，甚或40分钟以前的车祸都不管，所有的人相关背景，包括通联，全部都查一遍。然后包括那个过程当中，甚或连在侦办的那些案子的过程，大家都查。可是这个时候，就是刚刚讲，当你有人说不要预测，当一大堆，尤其他的刚才大家都讲他的身份、他的职业太敏感了。我跟你讲，因为湖口大弯道那个地方经常塞车，所以那个高速公路局在那边一定有监视器。虽然理论上再晚那个地方应该有监视器画面可以调阅
那第二个，这个事情一定先查司机，这个司机从哪里上，从哪里下。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司机好像是在专门做机场接送，专门做机场接送。但我当然不了解为什么3点的时候有机场接送但是因为如果他平常的职业是做机场接送的话，你可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确认他这个身份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就比较好厘清。那因为这个事情的巧合在于2场车祸，因为前面那个也是一个老大，他付出的代价也很惨，双腿断掉。所以前面那个你要说他是假车祸，故意把人堵在那里嘛，可能这个阴谋论的几率会比较低。因为付出双腿的代价。而且驾驶那个案子，他的驾驶死了，对，过世了。那因为是6台车的追撞，撞的是第6台。陈为民他是第5台，肇事者第6台嘛，对，肇事者是第6台，但他第5台，所以他所受到的伤害最大。前4台的车辆都有那个被撞的司机驾驶讲说，他们因为前面那个车祸，所以他们全部是打空档踩刹车，所以那个撞的时候啊，车子本身是除了靠那个刹车之外，你就会往前跑。好，那现在这个整个事情来讲，我们可以拆成几段去看哦。一个是车祸本身，如果它是一个阴谋，是一个谋杀的话，驾驶会有问题。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要太快去做结论。因为我要讲一下妈妈嘴。妈妈嘴那个老板，当时因为这个士林地检署跟警方不断的放话，我们那时候都以为他是凶手之一。那这个事情要拆成几个部分，当然第一个是还原现场，然后你从肇事的驾驶的身份、过去的职业、通联各方面，应该可以有个基本的厘清。第二块是台中地检署，所以为什么我会受理这个检举案？因为检举人的身份很特别，也是一个警察，好，那我不晓得我的过去的经验适不适合，有的时候要检举案子的时候，自己会找认识的检察官，比较好配合，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是2场车祸，所以造成这个悲剧，然后因为那个陈培慧的案子实在是太特殊了，这里面最特殊的是88会馆。那刑事局今年到目前为止，光是查扣虚拟货币的金额，听说已经到100亿，100亿查扣到的价值。所以后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至少最高检这个时候成立专案小组，这个动作应该是对的。那边其实像我不知道郡县委有没有，我的选民陈情案很多诈欺案，也有陈情是虚拟货币诈欺，甚至也有银行高层去投资虚拟货币被诈欺的，那都上百万，至少500-600万甚至上千万的都有。所以刚好提到虚拟货币诈欺的这些集团，88会馆也是一个。那不是只有柯文哲而已，他的郭哲敏、林炳文整个集团，这是其中诈骗集团之一而已。所以假设这一个陈小姐她是意外的话，车祸是一个啊，如果是真的被谋杀的话，这听起来真的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在台湾大部分人不太相信，在台湾会出现这些，所以但当这么多的巧合点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得不引起大家很多的怀疑。当然，你要讲说还是要，当然你看检方啦或者什么办，最高检为什么要这么快，要马上成立专案？要不然的话，你接下来就像刚俊贤讲，这个故事再往下一路往下的话，你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这令人毛骨悚然啊！第一个啦，车祸，它的 A1 车祸有人死亡叫 A1 车祸嘛。第一个要先做车鉴啦，车祸鉴定嘛，到底怎样车速怎么样，刹车怎么样，还是说我根本没有刹车，我就一样的速度或加速上去？那个现场车祸速度不是只有影片判断而已，对它轨迹都有，包括市区、国道都 A1 车祸都会做鉴定，都会出来可以厘清，还有包括从驾驶当事人的身份背景、通联记录去查清。所以第一个先厘清说，假设这真的是谋杀，这车祸的话，那当然是意外，那相关的肇者去厘清。如果是谋杀的话，那到底说陈小姐她真的是被作为一个断点的话，谁获益？你是犯罪集团、诈骗集团获益呢，还是真的有白道获益？所以要厘清楚，到底是说谁白道获益？
就说夜间侦讯是不是一个？因为过去包括因为我看到新闻是这样的，警察跟诈骗集团合作的啦，还有律师跟诈骗集团合作的啦，都有甚至包括远警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也有。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包括一个卸任的年轻的民代议员沦为诈骗的车手，所以国内诈骗那么严重，所以这个不一定跟柯文哲有关呐，只是说如果是真的谋杀或意外的话，乱讲话怎么跟柯文哲有关？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讲柯文哲，扯到柯文哲爸爸会管嘛？我们在讲爸爸会管，不要讲柯文哲。对啊，他讲爸爸会管，没去过的都很好奇。这个断点，因为你有去过刑事局是这样子啦，刑事局他为什么没办法聘请这一些高科技人才？因为他们的薪水一定相对待遇高嘛。依照我们目前编制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用外挂的程式。只是说老蒋他也帮刑事局侦办诈欺案的时候，帮很多虚拟货币讨回来哦。所以在他维护正义的过程中，他是有得罪了多少人？是得罪了黑道，还是得罪了白道？这当然要查清楚啊！所以刑事局不能臆测，那臆测才多嘞。我觉得尽速要破案，给家属、给社会一个交代啊。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讲一夫在台湾好，一般人会觉得，其实平常讲我们的治安啊，我们的各方面啊算是好，而且你很难想象说会有所谓的谋杀的一些的事情。但有人会回头去告诉你，当利益很大的时候，譬如有人把尹清峰案子拿出来，尹清峰那个案子说动摇国本嘛，还记得吗？那时候讲动摇国本，但是平常讲尹清峰那案子到现在虽然办了一些人，然后中间也有坐牢或什么，真相真的出来吗？尹清峰那个案子，当初拉法叶那所有的采购案的那些过程，台湾是一个尹清峰，法国呢？法国那个地方，那个尹清峰案最神秘的是，后来14个关系人都是吗？你告诉我，台湾只有一个尹清峰，你去看回头去看法国那整个案子的牵连，有莫名其妙从楼上跳下来的，有反正就那10几个都吹风机电死的，对，有不愿意呼吸的都有，对，你知道吗？但大家还是不愿意相信，所以宁可想他对尽快调查出来，他是不是就是个意外？告诉社会大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如果真的把这个跟阴谋论或是有没有谋杀的这个摆在一起联想的话，那真的是毛骨悚然到了极点啊。当然，如果现在大家讲阴谋论啊，当然，最高检也下令逐检办啊。其实这件事情逐检一定要加快速度办啊，不然太诡异了嘛。如果现在大家讲阴谋论啊，当然，最高检也下令逐检办啊。其实这件事情逐检一定要加快速度办啊，不然太诡异了嘛。好，就是说，因为他牵扯到的案子里面有被遣送回来的，现在有在逃的啊，不是都在传那个黑白两道都要抓他吗？那你不要忘记哦，黑白两道。那换言之。你想谁把这个案子给步入造成他们的损失等等的一堆问题嘛？所以你看，桃园市的议员就说，警方的收到的消息就是道上有人在打听陈惠美的出身背景等等嘛，陈美惠的所有的背景嘛，当然你说是不是个谋？其实这个北检如果要办，其实也不会慢啦，就。最高检下令逐检办也不会太慢嘛。对啊，第一个，当天那一个台中地检的录影带有哪一些奇怪的人在里面？就有没有被盯上？对，有没有人在那边盯上？第二个突然不见了。第二个，你真的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我跟你讲，那中检会出大事。你的进度太快了，对，中检会出大事，你的进度先太快了。那个中检会出大事，不会有这个状况。好，NASA 无法回复。附近里面的电话打出去的，打到哪些人手上？后面追撞的那一台车是监视器是从哪一个路口进来的？等等，其实都很快可以厘清嘛。他是不是后面那台车是？如果是一般事故，他可能上的地点都不一样啦，可能距离很远啦，然后刚好在那一段时间相遇。如果是同一个车道上来的，或是在附近的车道上来呢，等等，他其实监视录影器，它因为高速公路那个匝道上面那边都有监视录影器，很快就可以调出来，尽快办。如果是个意外的事故，
那我们就对陈小姐致哀了。如果真的不是个意外事故，那当然要查到底，因为这一个人太特别。刚才讲刑事警察局，昨天不是还开记者会感谢他吗？他说今年查扣100亿吗？今年查扣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他帮忙的，就是他帮忙的嘛。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刑事警察局对这一个人的重视程度，当然也有今天出来感谢嘛。这一个人就是太特别了。如果不特别，怎么邢太昭亲自出来要交办？因为这一个人办的太多案子，涉及到的道上兄弟人太多了嘛，所以他的问题才会让大家有很多的联想，而且那个几率不高嘛，就40分钟前后，刚好这边一个车祸，这边刚好堵住，然后后面的车既然不刹车，直接撞上来，那一个场景你到底要去做怎么样的解释？那个巧合几率大概又有多高？那夜间里面都已经在减速了，后面的车既然是没有任何减速、没有刹车迹象，直接撞上去，然后这里面当然会有大家太多的联想了。OK， 这几件事情，诚如刚刚所有来宾所讲的，那当然，竹检既然已经组了专案小组，尽快。然后告诉所有的社会大众真相到底怎么样？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不要让所有这些的传言满天飞这样一些结果。因为对台湾来讲的话，很难，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在台湾会发生这样一些事吗？那当然，我讲说以前啦，很多年前刚刚讲出现过尹清峰的案子，那个因为军火采购真的利益太庞大，但这件事情难道没有很庞大一些利益在那里头吗？好，那希望。单单纯纯的是一个意外，当然非常的遗憾。那这么优秀的一个，尤其对那金融犯罪、虚拟货币犯罪，那这么专精一个专家，刚才也特别提到，这对政府来讲的话，未来到底该怎么样来面对像这样一些犯罪的情节？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大家会最关心，因为现在算一算，今天12月已经走到上旬，已经差不多也快走完了。OK， 创下金华城基本上差不多吧。金华城好，应该讲整体的啦。金华城政治现金，然后几大金库所有这些案子，算差不多到了尾声了吧？连蔡壁如去做证人检方也跟他说，我现在差不多要写起诉书了，起诉书哦，直接告诉你了。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的，现在圣诞节快到了，然后民众党的一些跟金华城还有政治现金比较没有案的人，大概心里也就是说，我快要有圣诞礼物了。大家不要太多臆测。为什么呢？因为大概就是圣诞节前后，起诉书看起来就是要出来了。而这个起诉书目前这看起来的话，显然非常精彩。然后后面的附件就是东豪他们才知道的附件，一定会我也不会知道，我会找到。对，可能都很精彩。然后这很精彩，到了现在民众党都只剩下5.7了，这样一个情况下，可是还是每年有这个政治补助，还是有8席立委，所以有些人就会有圣诞礼物了。谁？那我们当然是因为国昌在可能黄国昌在12月7号看起来他的党员票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后面还是有变数，所以圣诞节金钩杯快要来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这个案件里面，金华城再把邵秀佩第4次找进去，对，那邵秀佩当然就是里面392-560之间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到这个时候还在问他。然后先前也没有对他做任何强制处分，对，所以代表就是确认某些事情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写起诉书里面还有那个证词里面的最后确认。然后呢，又把星光小公主吴欣颖，终于找进去了，大家就很好奇了，会跟其他的案件有关吗？北市坑有关吗？其实大概也不至于，因为根据政治现金，总统、副总统总要问一下吧？副总统，那个政治现金应该也有你的份，你知情吗？你知道这些事情吗？所以显然在找吴欣颖的时候是针对政治现金，而且是主要应该参与、应该被告知的人。显然你到底知道多少？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往政治现金这边推。然后所以会看到的是，现在检察官都已经做到了，我们看那个都是收尾的状况，因为吴欣颖也临时被当成副总统嘛。所以这些前程跟穆可，我相信吴欣颖也搞不清楚，但是还是要问，因为他的身份是副总统。候选人跟柯文哲挂在一起的署名是他们2个人的，所以最后也在收尾。然后这个整个起诉书看到目前我们手面的木可啊，什么 QR code 什么的，一路下来 USB 300个人什么都出来，所以金华城政治现金大概会很厚一本起诉书，但是后面会不会跟郑文灿的起诉书一样，
关于北市科，关于其他的在另案处理，所以柯文哲还有民众党很多人，当然麻烦都大了，但是有些人真的想说圣诞礼物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一定很期待。OK， 创豪刚刚一开始就讲说，其实有很多人对起诉书的内容，那会有非常多一些期待，期待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到底北检端出来的菜能够说服大家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那不管是你用图利，或是图利再加上收贿，那你到底会起诉哪几个案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大家都不用避讳着讲，这一定起诉嘛。我们已经讲了800次了，你是检察官，你申请羁押禁见，你还延押，到最后你说不起诉，你是讨个派一哦。那有没有罪？那起诉以后，大家到法院去再来公开打一次。可是从扁案的时候，你看过的起诉书，包括所有的附件，一直到现在，我直接问一下，一峰。对那个起诉书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期待吗？有人说那个起诉书的内容，搞不好还会有一些的惊喜。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包括我们最近大家还在讲到穆可，讲到很多的这些东西，你觉得起诉书的里面的内容真的会让大家觉得说，好，我就是可以这样定了，柯文哲就是有这样一些罪，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的惊喜就比如说，QR code 的事情，没有朱慧荣被传去作证。讲出来，我们知道有 QR code 的问题吗？所以大家会去看 QR code 那个检方怎么写。大家都在看 QR code， 最近都在讨论 QR code。那 QR code 的事情不就是最近才发生的吗？那可见检方掌握的东西非常多。如果检方都不讲话，那可能起诉书会更震惊，因为之前 USB 啦什么，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嘛。好，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为你看，之前我们在讨论。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当初炒成什么样？至今安安静静。调了除了陈文锦以外，后面又调了2个专门办虚拟货币的检察官去支援。那到如今安安静静。好，你再看商办的事。商办的是原屋主啦，包括租屋的啦，对，都被调了。还可能有的是中间，因为它不是市场上的物件，那中间到底透过谁等等，也约了，但内容安安静静。然后你再看前一段时间要找调查局的那个国际金融的那个机构要查海外账户的时候，就冒出沈进军司机的那一个案子大量被检。然后这一段时间，大家又在关注你是不是透过海外赌场的时候，又冒出一个沈进金赢了8000万30寸行李箱。那换言之，北检对海外这一块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在查，安安静静。那这3块有没有突破？不知道。但它确实安安静静。什么有关的查的这几块查的进度如何，都还没有出来，都还没出来。那如果说有突破，那起诉书上面会不会写？大概都会写，一定要写的。好，会写。那因为我这样讲，各位，起诉书是检方论罪的最重要的依据，他到法院以后就是要依照那个起诉的内容去跟对方打，还有事证嘛，当然嘛，所以你一定要在那里面把你所有东西，你不可能会有什么暗砍留着不让大家看，不可能。如果这几个案子有关的，你一定都要摆出来，让法院，你的目的是要说服法院，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罪，你怎么可能不精锐进出？对啊，所以你看，我光讲这3个，怎么会之前讨论，但确然在要收尾之前，你看多安安静静。那被大家民众党说的禁检那个周刊就柯焕文的周刊你就看写了很多东西，但这3块始终你看不到有任何讯息。但这3块始终你看不到有任何讯息，有任何的进展，有任何的进展。还有所谓我们没有看到新的被告出现，因为在柯文哲延押的时候，另有被告于市长任内的救赎，到底找到了没？约了没？不知道，因为这是延押上面写的，那李文忠。还有境外的人未到案，这境外的人是谁？跟洗钱有没有关系？
问号，问号，那这一些到底检方有没有突破，还是已经悄悄约了，什么都没有对外讲？所以里面现在列被告的22个，是22个呢，还是23个，还是24个？这到现在为止都还不明确，因为都是法官严押上面写的另有被告等等等等等等，还未到案。那到底还有没有？所以你说这一些如果都有约到案而没有对外透露，会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出人意表的东西在里面，尤其是金流的问题。金流的问题，你说到现在，我们看在讨论众望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他到市政府去那个他申报那个对被查的那个财务状况。难道检察官没有去查众望从成立到现在金流的状况吗？也我相信一定有查。但我们看到的现在在讨论的都是他报去市政府，就是众望基金会报去市政府的财务报表。那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是一个问号，不知道。那孙凤群，新故乡的顾问被约谈。那里面现在只知道说挪用了30万到新故乡那边去，新故乡也这么单纯吗？如果只是挪个30万，那相对单纯嘛。那孙凤群的角色又是什么？到目前也不知道啊。新故乡的资金挪用是怎么个的用途也不知道哦。所以你回过头来回想柯文哲跟李文娟的赖对话，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2个月，告诉我众望木可新故乡还有多少钱可以用？还有多少钱可以用？那换言之，这几个一定是被查的单位嘛？那到目前为止，这几个单位被查的状况，好像也没有具体的消息出来。好，那如果真的这样往下走的话，来，千华财经专家，以你自己看了这么多，有很多人，连柯文哲那时候他们在8月12日那个记者会，他都讲说这真的一笔烂账。那他们的账怎么会是这个样？可是以财经专家的角度爬书完看所有这些的话，在未来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头，因为民众党的朋友一直跟你说金流到底在哪里，拿出来给大家批判一下嘛，就是这一块。然后包括这几天吴欣颖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副总统的候选人，可是大家在看的不单是这个样嘛，因为包括背后有家族的一些，然后里面有没有斗内或是或刚刚讲副总统的一些角色，这个在这里头。所以你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话，你觉得检方在未来在这些尤其金流跟所有这些几大金库之间，要怎么样能够说服大家？我觉得对于检方来讲呢，其实检方要拿出来的东西就必须要就像在形容柯文哲的4个字叫巨细靡遗。那为什么用巨细靡遗来形容呢？是光是先第一个部分，刚刚前面5哥先提到众望的部分，你知道众望这个刚刚前面这个义夫哥有提到说，柯文哲不是有在问李文娟，然后说这个众望还有剩多少钱，然后这个新台湾还有剩多少钱吗？其实他的意思听起来比较像是什么呢？这边需要用钱的时候，其实钱要从其他地方把它拨进去。那所以你可以从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个周刊报道资料里面，这个不管是新故乡也好，众望也好，看起来钱都有不当的从不管民众党或是这个总统大选专户里面流到这边去，只是钱怎么流过去，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巨细靡遗的，然后把它给写出来。而且为什么说巨细靡遗要提众望这一段？是因为众望很有趣各位昨天包括我昨天在看5哥节目上面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众望的钱，说好奇怪为什么他这个2023年的时候拿了收入是1137万，对结果呢，按照道理说业务支出你用在公益用途上面的因为你打的是慈善基金会嘛，对，那慈善基金会你要有60%，你至少要有这个600多万是要花在慈善的用途上面，结果怎么你的人事支出跟你的房屋支出加起来就占了9%，就占了9%，两个就占起来在1037万。等于你收入1137万，但是你1037万全部都是花在人事支出跟你的房租上面，请问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啊。好，但是这个不合理的状况呢，因为我昨天看节目上很多大家都讨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是啊。好，我们这个先解答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非常的简单。这个状况就是在于说，柯文哲当时的台北市政府在2022年他要卸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票幕僚随着柯文哲要卸任？那这票幕僚随着柯文哲要卸任，然后接下去柯文哲是不是要进入到打选战的状态？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就是柯文哲市长室的幕僚。这些人呢离开市政府之后，你要让他有个地方去上班吧？那去上班又没有那么快成立竞办，
对不对？因为还没有进入到近半的状态，所以当时的讲法就是说，这些人是要转到近半去。那转到近半去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地点，你去注意看众望基金会登记的地点哦。众望基金会是2022年11月成立的基金会哦，但是当时成立登记的时候呢，登记地址就是在台玻大楼的2楼，他登记地址就在台玻大楼2楼，所以等于说这些市长室的幕僚呢，就是到台玻大楼的2楼去上班，然后呢，所以你就可以想见，那你当时还没有成立近办，他要领哪个单位的薪水？他领的当然就是众望，而且这里面呢很有趣啊，你要注意一件事哦，好，我讲两件事情哦，第一个是当时呢，你看哦。柯文哲还没有卸任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开始要谈薪水了。所以柯文哲在市长室，你想见一个画面啊，柯文哲在市长室里面，跟这些准备要卸任的员工，一个一个进来里面，为了要到近办去的重新谈薪水。然后等于因为他们跟在市政府里面薪水一定不会一样嘛，所以大家到市长室里面的其中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要重新谈薪水。这个我不知道李明贤有没有听到，但当时就是这个状况。真的哦，嘿，重新谈薪水，然后谈完了之后，当然有的人满意，有的人不满意啊，有人觉得薪水高，有人薪水低，然后大家都要去争取薪水。然后重点是之后哈，就是衔接到这个中央基金会去的时候，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哦，这个民众党的秘书长周瑜修，请问当时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他的角色是什么？他是社会局局长，社会局局长管的是什么？人民团体，管理的是基金会，所以这些他是主管机关。所以呢，这边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我跟一个前市府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刚好聊到这么一段，聊到说，因为我很好奇嘛，因为我也是问他同样的问题嘛，问说，那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一个慈善基金会？怎么可以养这么多的人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吗？那结果呢？这段对话啊，经当事人同意啊，他可以公开了，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对话，他回答我是说，他听某一个内部的人，我们名字先把它遮起来啊。他说他们一票人，包括周瑜修都已经讲好，就是说去调查局说他们都是要来上班，之前都知道他们要去基金会上班。然后呢，那个人民团体科在社会局下面啊。他说周瑜修以前是他们社会局局长，可是呢，现在弄了这个基金会，把他们搞得很头痛，因为到底基金会干什么，养了这么多人，好，所以显然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现在是知道问题在哪里，不是不知道哦，只是说因为做这件事情的人，这是现在社会局人团科他们的前长官，所以他们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处理，只知道他养了很多人，然后好。这件事情呢，你看哦，就他们后来不是等于说这个苏培他们去要求财报，他们才给他吗？就财报要出来内容看起来版本也都不起来嘛。光是一个收入的部分，到底是1900万、1129万还是1137万，3个数字都不起来，你收入是多少？然后连业务支出的部分。这个2024年编了200万的业务支出，但是他发现200万的业务支出呢是来做研究用的，然后一笔100万，2笔研究就是200万，那你的公益要做到哪里去？所以这个还是让大家觉得说，那你这个慈善基金会等于说从设立到现在，看起来你做的公益只有那一笔是看得比较明显的，而且那一笔看得比较明显的啊。就这一笔，10万块，对不对？像那个伯利尔小儿麻痹及爱家信，翻译，就从头到尾就这一笔，就是他们贴出来的收据只有这一笔10万块啊，跟他们买了一些东西啊。明显刚刚讲的好，就那个让子弹飞，翻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觉得一件事啊，木可也好，伯利欧是什么单位？伯利欧是一个那个小儿麻痹的一个庇护工厂。然后最有趣的一件事。为什么木可也喜欢买咖啡？竞选总部喜欢买咖啡，然后众望基金会也买咖啡。讲白话啦，你看哈，就买咖啡，他10万块买了什么？买了白米18箱，精品咖啡5箱，手工肥皂3箱，客制咖啡80盒，总计10万块。好，但是这没问题吧？哈，对啊，能够做公益，愿意要捐助这些弱势团体，我都赞成。最有趣的一件事，收据签收的时候。只有3项，买了4项，只有3项。他不见客制化，他跟伯利欧买了，客制咖啡的80盒捐给另外一个单位，80盒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捐给别人嘛，他买的时候就是说他跟伯利欧买了，然后再捐给别人，然后捐了3样，签收单位只签到3样，客制咖啡跑到哪里去了？谁喝了？80盒的客制咖啡不见了，跑到哪里去？这就当初我们在买，庆总买这跟透过木可买这么多咖啡。到底送到哪里去是很奇怪。众望只要跟科有关系的这个单位，跟李文洲有关系，没事就买咖啡。你有喝到，然后那个咖啡都买很多，什么250万多少万这样买咖啡，
很喜欢买咖啡嘛，然后咖啡买了咖啡来卖咖啡，不是买了咖啡以后呢，咖啡的去向永远不明。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能不能咖啡？然后是，你继续，你继续讲完。所以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慈善基金会呢，关怀弱势慈善基金会呢，在做的公益呢，你能找到这个看着台面上是10万块，对不对？10万块去跟这个一个庇护工厂买了他的咖啡，然后是有问题。但是买完要赠送给另外一个单位的时候呢，该送的时候呢，另外有80盒的跟客制化咖啡不见了。但是买完要赠送给另外一个单位的时候呢，该送的时候呢，另外有80盒的跟客制化咖啡不见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买4项要去送人家，最后送出去送3项。那请问，那你那个80盒咖啡到底是到哪里去了？是谁喝掉了？李文忠喝掉了啦。是不是李洪志都喝掉？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现象是非常的奇特的，所以等于说这个众望基金会，好说出来就它的本质，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比较大的功能是让这些民众党从市政府离开的人，至少有个单位可以挂，可以领薪水、发薪水。所以众望这个地方呢，大家在看它的时候，它就不是这么单纯的地方。好，那再来讲那个吴欣颖的部分，吴欣颖的部分又是另外一块啊，因为吴欣颖刚刚我们都谈到，他就是去作证，那作证我也同意了，就这个以这一次作证，他被约谈的时间大概1个小时多，但也问不到什么太复杂的东西。可是我要这样讲啊，就是吴欣颖的家族的政治现金，如果你去看的话，它跟本案跟金华城案的雷同地方其实有点多啦。那为什么有点多？因为柯文哲最来讲是 SOP 啦。如果他金华城案那个模式，前金后谢、部分汇款跟中途这个做到什么阶段、付到什么阶段，这是一个 SOP 的话，那你就会好奇在其他案有没有类似的 SOP 嘛？因为至少在北市科的案子里面，北市科跟南港转运站那个都是那个星光涉及到的案子，所以你就要看的是，那他们家族有没有前面的部分看起来有相像的部分。好，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之前柯文哲被人家问到说，因为柯文哲说我都没有拿他们吴家任何1毛钱。他讲完了，讲很大声，讲完了，星光吴家1毛钱，没有拿任何吴家1毛钱。就讲完了之后呢，这个媒体打脸的速度也是很快嘛，就那时候就直接告诉你说，吴欣颖在2019年成为民众党不分区开始，星光集团就开始对民众党提供政治现金。那这边我要说明一下，现在那个时候的星光跟现在的星光不是同一个星光，因为经营层已经换了，经营层已经换了，就是不是同一批的那个，等于吴东进家族已经这个退出经营层了。那当时还是吴东进家族哦，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星光是吴东进家族哦，然后再往下看，他讲吴欣颖的母亲许贤贤担任负责人的企业有2家，一家叫开达，一家叫做茂成。这2家的董监事呢，有几个人的名字都拿出来捐政治现金给民众党用，包括叫吴梅芬、陈桂英、陈义华、黄玉琪跟李佩珊这5个人。那这5个人，我们去看那个公司登记网的时候，确实，你看这是开达股份有限公司哦，确实有吴梅芬，确实有陈义华，然后陈桂英、黄玉琪这些人的名字确实都有在上面啊，这是确定的。那所以我们就要看，那他到底有没有政治现金？好，那所以我们去看哦，因为你要记得哦，金华城、朱雅虎的那7位，每个各30万，对，210万，那个是在2020年3月的便当会，看起来有相对应的感觉，对不对？那你现在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本案我们给大家看哦。这个是在109年哦，我们调出来的资料哦，109年民众党政治现金哦，109年11月4号，这边是吴梅芬20万，109年11月6号，这个是陈梅，然后这是15万，然后这边是109年的11月18号，这是陈义华20万，然后这个是109年11月24号。黄玉琪，然后这边是15万，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大概是70万左右，而且都在11月的时间，对不对？那大家先记下来，这是2020年的11月的时间。好，那另外一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另外一个，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你看这边，这个是1月12号的时候，这个吴梅芬这边是20万。2021年的1月27号，这边是19万，然后再来就是2021年5月25号的时候，这边是李佩珊，然后这个是25万。好。这个是2021年的1月到5月的时间，那大家会想说，那这件事情呢，有没有跟那个便当会有没有这么相像的地方？那你循着过去在这段时间哦，因为大家反正为了这个北市科案子呢，在上半年已经有一大堆公文丢出来了，所以我光是剪了几张公文，在不同的议员那边剪了几张公文，这几张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当时的台北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林玉红。
他跟星光人寿的这个资深协理这些人开会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是11月11号的时候哦，11月11号，他的星光的要求是认为说基地太大了，要1块拆成3块，要1块拆成3块这件事情呢，在台北市政府里面呢，有趣的是时间点在这里啊，你看。这个是台北市的促参啊，这个公共建设推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个出席的是秘书长这个陈志明哈，然后呢，在会议中台北市政府里面哦，自己做出来的结论哦，他其实也要讲，也是要分开招标，把同一块土地拆成T16、T17、T18。这是11月11号跟11月12号，速度很快哦。11月11号才拜访完厂商而已，11月12号市政府就做成结论了哦。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1月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不是11月的时候有这个4笔的这个政治现金70万，那当然我们不能说这2个之间就绝对可以马上就扣上关系，这个中间还需要有一些更多的证据的补强，只是时间跟当时发生的事件是不是就这么巧合的连上了？是哦，这是第一个哦。那第二个时间点，我们是不是提到2021年1月到5月的时候？哇，2021年1月到5月的事情更多。2021年的这个1月到5月的时候来，这个也是台北市啊，当时是产发局长林崇杰，他跟星光的人开会，呢，他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这一句话，他最重要除了分开招商之外是这一句，他要建议将权利金向下调休。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北市科案里面，我提醒大家3件事情哦。北市科案让大家讲话就是：第一个，你凭什么把它1分为3？第二个，你凭什么在人家这个租金都在往上涨的时候，你反而把权利金倒退路往下修？第三个是为什么 T16那块土地要投资计划书，而 T17、T18不用？这个都是大家争议的点哦。所以你看这个会议呢，也一样是跟星光的开会，然后星光要求这个权利金要往下修，然后在市政府里面呢，你看哦，这个是议员所列出来的期程的部分，你看。在2021年的从2月到4月19号，4月19号是柯文哲拍板 T17、T18免投资计划书，然后也是在这个时段呢拍板，就是他的权益金往下修，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如果1月到5月的时候呢，他也给你这样的政治现金，有这样你看1月的时候这2笔加起来39万，然后5月25号的时候这一笔是25万，那1月到5月期间，你们又拍板了这么多重大的事情，对。就是中间确实还需要证据的补强，但是时间点的金流跟市府所做的作为对星光是比较有利的，这件事是同时存在的。那你就会问一件事，请问这些足不足以构成接下去检方在启动北市科案或者已经在进行北市科案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亲王刚刚讲的这一段，因为东豪长期跑司法，东豪像不像如果要写起诉书的话？一个案子里面就要把这些东西的关联性全部都爬梳出来。是，那当然是不是这些案子？刚才郑华也特别强调，时间序的巧合是呈现出来，中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对价？当然你会讲，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如果你真的讲说有图利20几万政治现金，怎么可能？那金华城案也有面临到这样一些的质疑，所以呢，但是如果真的检方要针对哪一个案子要去做起诉的话，就像金华这样，他把所有的事件、时间点的关联性。金钱的关联性，所有那些的关联性全部爬出来，最后要去做认证。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只有一件事情，东豪，我常讲，其实我们最近讲柯文哲所有的案子，本来都是很单纯的事，不管是政治现金案啦或什么，它本来都是很单纯，政治现金就是一个账户，人家捐就进去嘛，要支出就从那里面嘛。但是柯文哲的重点就是，他把每一个很单纯的事。到最后都变得很复杂，然后几大金库之间，你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这样？157就一定要这样弄吗？他可能是751，不是157，他超乎我们的想象。对啊，我们讲，其实你要养人哈，你就不要成立慈善基金会，你就成立智库就好。智库你就可以合法的养人嘛。你就不用想办法去几10万块做公益，还不见得80包的咖啡，笑话。可是东豪哥。慈善基金会有个好处，第一，慈善基金会比较好募款，然后第二个，慈善基金会如果搭上现在外面有的募款平台搭起来的话，会更好用。所以你也看到他们直接用。慈善基金会没有做慈善，对啊，就很容易被诟病啊。很多智库背后其实也有基金会支持啦。是，但是你就文教基金会，这不是慈善，文教基金会不是没有办法，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闻，都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有一条合法的路给你嘛。那也不晓得他身边那么多律师在干什么的。好，那我先讲看吴欣盈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次约吴欣盈时间很短，就1个小时，所以不会跟那个北市科有关。可是北市科会不会很危险，踩到红线？会。
都不用有钱啊。李树德大家记不记得？李树德有没有拿钱？没有拿钱他就是会议主席拍板定案啊，减少了当时远雄的很多费用啊。然后会议中还有顾问公司提醒李树德说这样做会有问题，是，所以然后最后才做出一个结论，就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李树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李树德一审有罪，我记得是9年。所以我刚才听新闻在讲说，我觉得那个林崇杰很危险因为他比人家多了一个什么，就是吴欣盈的妈妈他们有去捐款，这个时候你就会让事情很麻烦。然后吴欣盈最后又变成你的副总统，然后那天吴欣盈就有1个小时啊，因为时间做笔录来讲其实不是很长，因为你做完之后还要看嘛。不是你光前面人别讯问聊一聊开始热个场，然后到最后还要再看完笔录的内容，你扣掉以后中间那个时间大概其实真的很短我觉得在中间真正问的时间大概只有30-40分钟，甚至不到30分钟都有可能。我是猜的哈，2个可能的。因为要写金华城跟政治现金案的起诉书，我认为25号左右，这个再过不到3个礼拜，圣诞节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金华城加上政治现金案，甚至现金案里面就会包括靳总、包括木可、包括众望，甚至这新故乡可能都会都会看到里面。因为吴欣盈是总统候选人，副总统，那我们的选票上面是2个人是一组，对啊，所以。如果那个正副总统这一组的政治现金募款被侵占的话，他算是当事人之一。可能检察官要问他一下。他知道状况是怎么样啊，或者柯文哲那时候怎么跟他讲的。还有一个我是看四叉猫的，我觉得很好笑，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就这个选举补助款啊，因为选举补助款也是给这一组人。那吴欣盈没有分到。当然，吴欣盈可以抛弃，他可以不要，好。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钱都2/3给了柯文哲，这个过程有没有故事？也许有我们不知道的，有点八卦，有点八卦。那到底这钱怎么？因为民众党自己保留了1/3没有问题，另外2/3，那正副总统是不是1人1半？如果是1人1半的话，就各1/3哦。那柯文哲是拿了4300万就跑去买商办哦。所以吴欣盈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权益有没有这个时候被侵害？这是我自己补脑想的，好，那大家可以听听就好。可是很核心的一个是，因为政治现金公益侵占，他不是只给柯文哲，那时候你登记为候选人之后给的其实是这一组候选人，所以吴欣盈作为以证人做定位的话，当然要问一下。OK， 好，那所有的事情会不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当年扁案看起诉书其实还不是很精彩，最精彩的故事都在都在笔录里面。笔录里面最喜欢看的就是吴世珍对陈水扁丢飞镖，丢飞镖。某企业最近很红的，就是他在官邸里面讲出来的。所以柯文哲生活上，比如说88会馆。这个他请过前台大校长在88会馆吃饭，那谁付钱啊？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在里面哈？因为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过程嘛。就市长请吃饭，结果付钱的人好像不是台北市政府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不晓得。如果笔录里面有检察官有问这些过程的话，要厘清柯文哲的人脉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柯文哲的故事出来。那些故事呢？如果有的话，可以讲到过年前。东豪刚刚讲那个，就是其实可能在正文以外，有很多的一些好，譬如说到陶朱影园去吃饭，然后多少人，然后在那里面有没有聊一些什么？比什么手势？对，大家会不会重点就摆在像这样一些地方？一定嘛，对不对？好，明显本身也是资深媒体人出来，现在当员。刚才讲的所有这些，包括不管是基金会的问题啦，包括刚才讲到一个这么单纯的事情，每一样你拆开看都很单纯。
或是一般人做都很单纯，但到这时候变成这么复杂，而且身为议员在监督的那些过程，你翻译，你告诉我，为什么会变成是这样？而且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新闻出来，柯文哲在卸任以前那个建照的坪数，对，大幅那个商办的那叫大幅对商办嘛，大幅的攀升，好像到80万坪左右吧。这些你们现在有在查吗？其实就说大家会关注这一个是在于说政商关系原本是有一条界限在，你跨越那个界限，政商关系不是没有什么打球承接线没有极限，所有都跨越了，不能这样。到88会馆，谁付钱？这超越界限，不是超越界限，超越界限。哎呀，界限啊！你果然喜欢棒球。对，到那逃出园去唱歌也超越极限的啦。一般政治人物不会到里面去唱歌啦，要唱歌你不会到外面，不会到其他的 KTV 去嘛？我觉得这个都是超越了他的界限啦。然后还有几个，我说如果假设12月底，不论是什么时候，24号写起诉书是这样子啦。几个案，第一个政治现金大概已经差不多了，金华城大概朱雅虎交保之后，大概公务差不多了啦。那如果接下来包括南港转运站、北市科，还有雨果市场，请问我不知道谢律师看过最后的起诉书是多厚啊？我看过最后的，其实阿扁那个起诉书应该算厚，没有，主要是他有一些。我看过最后的是力霸，中华银行。力霸。那如果照这个标准，起诉书连所有的那些，他太多了，他太多了，因为他有太多上市公司。如果照这个的话，柯文哲如果多案并发的话。真的，你不觉得我们以前在念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这个是一面墙壁，你知道对，是一面墙壁了。说四库全书总集，然后会不会那个缩小版？你说，金华城1版，政治现金1大版，然后北市科又1大版，然后那个雨果又1版，然后南港转运站又1版，一堆堆起来。那个律师什么的，我到时候不是那个主诉文里面的，像东豪讲的，里面包括应讯的时候讲的那一些出来。因为我讲力霸不是就一本起诉书，我们讲统称叫力霸，光是中华银行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一块，所以到时候这个科案起诉的时候，怎么去比较这么多案呢？光是中华银行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一块，所以到时候这个科案起诉的时候，怎么去比较这么多案呢？所以像朱慧荣，因为他是登记天字第4号嘛，他不是讲说柯文哲死翘翘了吗？其实我一样在你们节目，人家没有说死翘翘，死定了，死翘翘不是死翘翘差别是，死翘翘是你讲的哦。对啊，那句话我先讲，我在你们这里11月，其实因为我有听过，就说里面传讯了很多金主重要的企业界人士，是董事长哦，出来也是。跟某个人，因为我认识的朋友，他也是跟他比这样死翘翘，他讲的话是一样的啊，所以代表说检察官掌握相当的证据，而不是说朱慧荣被检察官骗了，或者说他出来了我故意骗你，故意诱导你，证人不会那么笨啦，因为朱慧荣天字第4号，他怎么会这么笨？所以而且朱慧荣那天在节目里面讲，他的感觉是。检方问他的或给他看的远超过他想象当中，所以他才会说原来他们掌握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多，他才会这样感觉。所以绝对不是钓鱼或骗他或误导他，一定说我原本掌握着证人，比如说朱慧荣去，或我认识那一些金主去我可能只要是加一年结果检察官知道了比你还多，所以就慌了嘛。所以我觉得包括那一个就说中央基金会是这样子啦，这个到社会局去不可能会给他核销啦，而且我看到他们财务报表也没有会计师盖章啊。这个我啦，最坏的情况，司法是一条路啦。对社会局来讲，这不是台北市社会局不是很头大。这个最后我觉得中央基金会被撤销了，这一定会被撤销的啦。因为包括李文忠还有几个董事会这一个。至少他财报没有过啦。至于说柯文哲为什么跨越政商的一个界限，我这么讲，刚刚5哥也问嘛，就说柯文哲任内2022，你知道他是2014到2022下台了嘛，卸任嘛，8年之间。对，台北市好像台北市过去那党居住正义，那要一般的住宅的话，譬如说要做都更，有它的难度，所以柯文哲任内才核准303件都更案。平均一定要一件完成要8.8年，因为有跨前后市长嘛。可是商办不涉及居住正义嘛，有些建商，譬如说或有一些公司他想做商办，比如说商办就涉及城市的发展嘛，譬如说商业发展很强啊，我商办需求就高嘛。譬如说外商要进驻，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柯文哲任内2014上来到2017，包括这几年哦，到2021啦，就卸任前几年，大概最多一年都10几到20万而已，核准。结果2022年他卸任那一年暴增了到80万，8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柯文哲前5年核发的一个建造加总起来，没有2022年那么多那你知道80万坪的那个商办的建造，大概等于是比其他各都5都加起来台中、高雄、台南、桃园加起来都还要多离谱啊！很合理啊，因为他最后那一年，他最后两年的时候一直在抢钱呢。对，如果你说台北市是商办发展火车头，那这个火车头也胖得太离谱了吧？对，因为柯文哲最后阶段，我讲就在抢钱抢资源啊。你像那个时候为了选总统吗？不止你像举个例子，像那个时候黄珊珊不是在选市长嘛？那他当然知道黄珊珊要上去，他才能够延续嘛。那个时候只要他手上过的案子，大型投资案，都不是只有金华城的，都去叫人家在特定的时间内办动土或开工啊，哪怕假动土都好，为什么？就是要曝光嘛，他营造那个氛围嘛。2022年的时候，那你在未来在看起诉书，为什么看附件？我不晓得附件会不会有。我讲一个故事，沈庆京的，因为沈庆京真的是很小气。朱家虎那个赖里面讲，沈庆京很小气，但是沈庆的小气，你要怎么去想象？就是我们在看还有多小气的故事，所以要讲给你，因为扁案的那个故事就很精彩嘛。我有朋友被沈庆京找去，旁边坐的呢是那个前主播，他们2个去，一个律师嘛，一个跟柯文哲有点认识。那个时候金华城他就想啊，怎么解套啊，因为还没过关呢。那个时候可能还卡时间有点确定不了，是560过了没有？这个有点没把握。找律师要谈话费的，要是。可是你知道吗？律师，你讲的好大声是，他请人家来他办公室吃东西，对不对？就1000块不到的便当。然后呢？贵啦。然后聊完之后，对不对？就说他走了嘛。然后呢，我个朋友就跟他讲说，我们律师如果在律师事务所，这个咨询费是不便宜的沈庆就说，我有准备。那沈庆就做了什么事情？他从他西装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扑克牌，一套扑克牌。然后呢，用抽的比大小，那个扑克牌是黄金做的，是金扑克牌所以我那个朋友看到是金扑克牌的时候说，哎呀，蛮有诚意的，真的，因为金价是上涨的。记住，我们沈庆京沈主席更好玩，那个扑克牌52张嘛，对，抽了4张出来，那4张是 A 系，先放着，剩下40张把台就说，你抽1张。我的朋友当场傻眼，你抽1张，然后所以说你抽1张给你啊，我那个朋友就站起来就说，主席，谢谢，这个扑克牌少了1张就很难打，所以他们就2个掉头就走。就沈庆京，我就讲这个沈庆这个故事，不是送1副扑克牌，送1张，让你抽1张，好吧？因为沈庆京是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所以你未来在看起诉书的那个笔录里面是从沈庆京还是从沈京？可能要从沈庆旁边的人的笔录去看才会好玩，那个故事会精彩。为什么？他一定是到某一个程度才会做某一件事情。OK。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那个金钱往来的过程很像那个银行那个涂建荣的拨款，按照进度拨款。所以那个一定会很多故事的。OK， 君宪委员身上有没有伤？不是，你们立法院今天上午不是就一个早上，我看就打成一团那个样子。OK， 还好没事，没事。OK， 那刚才大家在爬树的就是这一块，就是。柯文哲好，现在等于大家因为检方已经说在写起诉书了嘛，对，大家就讲检方的起诉书里面你要怎么样能够说服所有的大众，因为大家要看到的，你就讲他土地哪一些地方，所以才会有4库全书啊这么多的说法，然后你要说他收贿，那他到底哪里？然后包括东豪讲看所有的附件生活里面的故事会不会更精彩？现在看起来像朱慧荣。媒体现在讲说，像四叉猫跟朱慧荣2个人是不是已经结盟？所谓的结盟，因为柯文哲自己在给朱慧荣当初的简讯里面说啊，麻烦你告诉我问题在哪里，因为你不讲，四叉猫也会查。OK， 可是朱慧荣他又是天字第4号，他跟柯文哲之间一直到现在
上次来节目里面聊的时候，我都认为他对柯文哲跟民众党是有感情的，到现在，所以他才会讲说主席可以下来，要不然的话民众党怎么走下去，类似这些。可是显然他现在已经变成那个北good 啊，变成叛党的那种感觉嘛。您自己在看这所有事情，如果检方的起诉出来，你觉得要怎么样能够说服大家所有这些事？第一个，大家关注的一定是有没有柯文哲收贿的金钱流向。我觉得图利应该是非常确定嘛，因为这不是检方自己认定，他向法院申请扣逃出引援，扣木可公司的钱，那这个你要说服法官，他扣金华城啊，他没有扣金华城，扣金华城还有扣木可公司，对，这表示法官也认同这个就是嫌疑重大的犯罪所得，所以而且法官也认同，还帮他算了一下110亿，对，这个已经大概我们听到，大概是最保守的一个估计了，所以图利这个是必然。那我也觉得啦，现在民众党唯一可以赌的就是你没有很明确的金钱流向，所以他们都刻意去宣传说图利就不算是我们认知的贪污。你有没有听到小草大概都这么认为？有钱就那他促进都市的发展有什么不对？对，他不敢去说，其实所谓的贪污罪，它是有很多种样态啦，包括图利，图利也就是贪污啦，图利等于贪污，图利是贪污的一种行为啦，对，但是他刻意就会讲，你看查不到柯文哲有收钱的证据嘛，但其中，所以我是觉得图利一定会有，那检方有没有办法突破再去收集到金钱流向？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啦。那金钱流向有多少啊？大概会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了哈，我不晓得那个有没有一个行情表啦。如果你图利人家100多亿，哇，你拿个10%我也愿意啊，给嘛，对不对？那如果图利的标的物是几百亿起跳，哇，那个可能讲的那个回馈的钱就不得了。那你说你讲的这一段是那时候过程的时候，不是大家讲说那个210万的时候，对，民众党也有一些人直接出来讲说，你们这个数字会被笑死人。一个应小薇，你们都讲那有4000多万了。柯文哲如果真的他有不法图利或什么，就这么200多万，对，那简直是在办慈善事业嘛，闹可怜。所以检方这个部分啊，你应该也知道了，未来社会关注就在这里。那我们一直认为说，柯文哲的 USB 里面有没有相关金钱的流向？这个从头到尾大家关注都在这里嘛。因为 USB 会被收到，我个人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难很匪夷所思啦。因为当时检联去敲门，柯文哲在里面1个半小时才出来先去上厕所，然后再去洗澡嘛。对。那如果 USB 里面有那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会放任让检方给收到嘛？坦白讲，你要吞下去，你要冲厕所都很有时间嘛。所以表示这个 USB 里面有，就是说不能丢掉的东西啦，就独一无二的啦。这个被收走，连柯文哲就什么都没了啦，连那个什么橘子那边也没有啦，谁那边通都没有的东西，他才会留着拼看看嘛。然后被收走 USB 也没有人知道啊。那马博朗在柯文哲出来的一点供啊，他自己提的，把我 USB 收走，会开始编故事。这柯文哲也知道，他的要害就在 USB。那如果这样，那你还留着让人家收走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说，那去搜看有没有冷钱包啦，有没有数位货币的东西嘛？那检方有没有突破？这个部分也是未来也是大家关注一个焦点。再来就是这个朱慧龙，朱慧龙还好是民众党的开国元老，对，第4号嘛，第4号天字第2，她老公第5号。这等于国父等级啊，创党元老嘞。如果今天是民进党来讲这个，我看被人家骂死所以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说有重要的女性即将被传讯，那时候就猜他老婆啦，黄珊珊啦，蔡壁如嘛原来朱慧龙这个也传到了，其实他没有被传，很多人也不认识了，但他被传以后，他出来讲的话，哇，这个就重要了，因为他讲的跟你看蔡壁如就说了。蔡壁如被约谈7小时，其实7小时，你
当然有的证人会约谈更久了，但一般如果你没有什么牵涉，算长了，算长哦，这个算证人谈7小时。对，这个认真讲，里面可能便当要吃2个了，好，对，在中午到晚上，中午到晚上嘛，哦，但蔡壁如还是讲说，他讲的就有他说不认为柯文哲死定了啦，对啊，哦，那可能认为已经死了啦，也不晓得，但是他没有办法。蔡壁如讲的已经没有办法盖过朱卫龙提的嘛，因为而且朱卫龙有出示一下，他当时他也提出质疑，这个真的是你讲对了，这个对党有感情的，有，他会来问说，发生啥代志啊？他那天讲他在连检方在问朱惠荣的过程，他都有哭。他还问说，那柯医师现在状况怎么样？检方不是在跟他讲说，前几天脚好像有碰了一下，他还会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刮伤，对吧？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他是对柯文哲、对民众党是有感情的，对党都有感情。但是朱惠荣他会不会知道他讲这些话对柯文哲会有伤害？朱惠荣，他会不会知道他讲这些话对柯文哲会有伤害？我认为应该知道了，有，因为他讲的那个，那个就是 QR code 吗？对，什么 QR code 进去，或者是说他认为柯文哲温系，那检方提供很多，他可能原来比他想象，他意思是说比他想象的更严重，更严重的东西。那你对党对柯文哲如果有感情，那你要讲那些话，我觉得他有一点，因为检方给他出示的东西，他有一点被吓到。那还有是他啦，所以民众党在批他的时候就比较钝得几人刚啦。有没有？我是觉得民众党开始大力打他，已经是空了1-2天。可能是叫他不，你该这样卖菜供就想不到你竟然敢到新闻面对面，所以这个非打死他不可啊。那所以还好是像朱惠荣这种等级的人出来讲，所以民众党的支持度以搭配最新的民调，当然就5点多，当然5.7，当然就掉了很低了哈。但是民众党的支持度低，不代表蓝绿哪一个党就会升高了。大家要了解，政治上永远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它不会消失啊。所以明天民众党是明天嘛？明天7号就是明天，包括他们的党代表选举啊这些，有人视为说他们在党里面所有的权力结构是不是会做某种程度的一个改变？这明天对民众党非常重要。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接收我们所谓的第三势力，第三势力这个时候。第三势力他永远就是看下一个谁可以来承接这个部分因为柯文哲大概已经不存在了。黄国昌那黄国昌的形象，你还可以完全接收过去的第三势力也不可能。也就是说，社会永远都有讨厌蓝绿的。如果以两党政治来讲的话，那就看下一个谁来嘛。比如说当年是宋楚瑜嘛。后来就时代力量也曾经嘛那时候其实有好几个小党。那包括激进党啦等等，那最明显最厉害的就是柯文哲了。为什么他第三势力他可以那么强？因为他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首都市长。从来第三势力没有人公职可以达到这么高，直接就选总统。所以柯文哲呢，可以说可以20%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势力存在。那现在当然不会了。那我们要密切观察，就是第三势力会再往哪里去？那有谁有可能成为第三势力的一个政治明星呢？因为通常这样的选票它一部分确实会回归蓝绿。这个也是会的，因为很快就选举就到了。对，所以民众党现在要急于他必须要赶快整顿。那我认为他这个党纪纪的抢夺这个很重要。那就看谁能够。今天没有民众党的比较熟悉民众看上一步了不了解了。如果看起来的话，这个一般都认为黄国昌比较
比较有可能。因为它的声量各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尤其像现在民主党现在以立院党团为主啊，那他又是党团的总召。但如果推党代表他没，对党代表票他没有。对，如果推代理党主席或者党代表的票，黄国昌是靠不。对，所以黄国昌之前才会胡乱啊，不是他才会说柯文哲在狱中里面交代啊，监狱里面交代，周刊写的啦，是由他来代理嘛啊，那如果用真正的票选，其实最有实力的。还是我认为啦，党内这些干部还是忠于柯文哲。你只是外面的支持度掉了。好，那现在柯文哲，民众党之前说宣布的柯文哲继续休假3个月嘛。他休假到1月，本来是到228，算到对，现在再延到228。我那个推出来的，他现在是要推代理党主席嘛？我认为还是柯文哲的人。还是会。那柯文哲的人算，因为黄珊珊现在停权嘛。不会是他。那蔡壁如现在也不上，指定中常委许富南，指定中央委林富兰，林富兰都有架势啊。讲完之后，我讲完了，谁赞成谁反对？对，所以可能对，所以可能黄国昌可能要等到真正选举的时候，真正大选的时候。OK， 但是在这中间就会开始，民众党会产生大量质变的，就世俗政党化的东西都会出现的了，灌东丸呐。对不对？就是开始拉党代表、拉帮结派这种情形就会出现，所以民众党到那个时候就更不像一个所谓第三势力了。OK， 明天对民众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到底党代表选举会怎么样？那柯文哲的主席的位置一直到228以后又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变化？包括这个案子，应该先看的就是如果要照一般的评估，这个月底以前，那如果起诉出来，那又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变化？但明显除了这个以外，你觉得两岸关系从这一次马办邀你说马龙啊他们这些来以后，中间发生的这些，不管是中国台北啦什么这些盘丝洞这些的一些的纷扰，对未来两岸关系你觉得会有什么样？马办这次包括萧旭腾他们这些，对国民党会有很大的影响吗？我觉得马办当然是基于两岸交流的一个善意。当然你对于大学生，因为你对大陆的学生来讲，他们在大陆受教育是这样子的，就把台湾当，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说不管他有意无意讲中国台湾台北，中国台北，中国台湾是萧旭腾讲，中国台北在台湾民众听起来当然奶幼啦，我觉得是不舒服啦，这事实。可是你对他来讲啊，如果他是用称呼我们说中华台北队夺得世界冠军会比较好吗？还是称呼台湾队夺得世界冠军啊？因为他们也把台湾当作一省啊，会不会说讲台湾就是变成台湾省？所以我讲名称是这样子啦，名称始终是两岸互动的深水区啦。过去比较，我就说我在互动的过程中，大陆来台湾邀访的讲的比较好的讲，你们宝岛台湾讲这样就回避过去了嘛，所以。是小插曲啦，可是不要让小插曲影响那个交流啦。两岸交流还是要搁置争议啦。我说搁置争议才能寻求一个。可是这个小插曲现在显然已经变成这一次被放大了，对啊，被放大了。尤其是发生在最后他们要离开的前面的这2-3天的这些事情，它已经变成所有人讨论都是在这上头。对，所以就现在就说两岸之间有稍微一个小插曲，疙瘩就被放大。可是两岸的交流是这样子啊，两岸还是要求同存异，就说你把争议的部分把它，就说名称的部分尽量搁置争议，然后还是就说现在必须。我就说想试问执政党了，郡县的叠加，郡县是相当理性，而且未来选台南市长相当有机会的嘛。就说你要不要交流，你交流要放在前提的时候，是不是要搁置争议了？是这样，譬如说马龙来，如果像民党现在很多人说，包括沈伯良认为说，称呼马龙，然后可爱，那就是被统战了，就统战成功了，这也没必要了。我觉得那个界限就过头了。我觉得包括那个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也说啊。两岸要搁置争议才能持续交流嘛？那你怎样搁置争议？那你现在如果把争议放到最大的时候，把所有都放到无限大的时候，名称就重要那接下来要谈交流就有它的难度在。我相信郡县大概会认同这个理念嘛。OK， 来郡县委，就是说明显就是国民党最常讲的，大概就这一套，就是什么交流啦让我们大家互相尊重，自己有信心。但你如果对一般的国家大概可以这么讲。但中国就是不一样，中共不一样，而且是国民党告诉我，蒋经国当时告诉我们说中共很可怕，所以他才会3不政策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蒋经国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们这些饭桶玩不赢共产党，那如果讲各自争议，这个我同意，但是你要跟那些来的人讲，今天
是他们引起争议嘛。有时候有时候会质疑国民党人，你到中国去为什么不敢拿国旗？他说那就是互相尊重嘛，不要挑起冲突。那他们来的时候，其实这些人你应该了解了。我认为主办单位有一个很大责任，就是大家要互相尊重。你来可以讲中国台北，你不是刺激，是你引起争议的嘛。你这样会让很多尤其台湾的年轻学生听了就挑眉弄眼，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抗议行动嘛。但是他为什么会讲那个中国台北呢？是马龙前2天不小心讲出台湾队。你要知道中国过来他是有书记带领，他回去要写报告，回去被检讨。你这个不弄回来，这个绝对会受检讨。其实台湾派出去考察了，只是我们是民主国家啦，回来有时候也要写一些报告嘛。那他们的每一言一行会受到中共那边高度的一个关注。那他们的任务在哪里？有没有达成？其实他要的就是中国如何对内宣传这一块。他就对他们自己内部。对，就中国要的只是说这些人在台湾搞什么，因为他媒体管制嘛，所以他要的就是那一小块东西。哇马龙去到哪里哇，那个万人空巷女学生就会看到像明星一样，什么盘丝洞，对，什么盘丝洞等等，形容的过分。其实他要的就是这里，有没有达到目的？有了。很多的东西他们看不到，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你说那个蛮久那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对，人家拿国旗给他躲着不拿。就是那一幕嘛，那一幕其实马英九一贯以来都这一套。就是那一幕嘛，那一幕其实马英九一贯以来都这一套。我想到16年前的陈云林来台湾，那时候很多人就拿国旗去啊，是下令把国旗没收呢，还折断呢，然后一成堆国旗当垃圾用垃圾车运走。各位要知道，去中山女中那一天听说没有升国旗啊。然后后来说有，但是躲国旗这个事情最经典的也是马英九了。2005年，2只熊猫到台北市动物园，那时候也被拍到台北市动物园。台北市动物园有一个地标他每天都升国旗。对。那熊猫来那天就没有升国旗，我不晓得是因为熊猫受过训练，看到国旗会兽性大发，变成猛兽。像这个你其实都不必要这样子嘛。你自己在那收窄嘛。我们应该要以我们这里的标准嘛。那我们到他那边去，以国民党的理论就是说，咱起码也国旗就是尊重。那你到这边来，拜托你买尊重咱嘛。尤其现在看到那个什么马英九办公室的人去躲国旗，连国旗都不敢接，这个其实你说会不会伤害到国民情感？这个当然会嘛。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是那些年轻人看到这一幕，他们怎么感想？还有过来的人以中共这种政权他是绝对是经过挑选，他没有什么自由报名不然大家来抽签没有代志啦。所以你要面对中共，按照国民党以前教我们的，你要有不同的一个思维，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对手了。坦白讲，你可以说一个很可怕的对手。所以他挑选过来的人，然后又有什么书记带队，他当然负有一定的统战任务。那统战任务就是你如果把它解释为交流嘛，这不是一般的交流。我认为如果真的要交流，那你应该让年轻人对谈。让年轻人对谈嘛。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怎么看待香港问题？那你们中国怎么看待自己的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那你们可以交流，对不对？你把他们保护得好好的，他们带来带去，然后就说什么女学生看帅哥美女。我认为这个我觉得说刚郡县委员讲的有一些，比如说好，你两岸交流要搁置争议，那如果你说要带国旗的话，梁文杰现在陆委会副主委，当初2017，是民进党议员抽签抽中了还去上海，你说他怎么带国旗去？我说在我们这里你们那有没有带国旗去？我说在我们这里，我说你们国民党那一套都是说过去来要尊重他们，那他们来应该要尊重我们嘛？对，我认为这个差距未来如果降低误会是有必要的。你说那学生来，你觉得他学生来好有书记带队，你觉得他晚
晚上底下房间乖乖都这边打屁而已嘛。打开电视看到年代电视台，看到5哥主持的节目，那不是很好吗？或看到有台看到三立民视，不是每天只有骂在野党而已，还会监督执政党不像大陆媒体只能监督在野党而已，能监督执政党那不是很好？这请你了解中共的本质了。我要讲一句，这个不是你现在讲的，你讲的这条标准，面对一般的国家可以啦。让大陆的学生来感受台湾的民主是好事情啦，我也不反对啊。对啊，我相对你说，但来你要尊重我们吧。所以就像你去，你会尊重他们吗？这个小插曲，你去我认为这误会未来要减少。你也不敢拿国旗，你也不敢讲中华民国，这我可以谅解。你去要带不是利用的。其实国民党一直犯一个错误，对啦，我们就少一个国民党一直犯一个错误是什么？当然是萧旭晨，借我一下，求同存异。问题是同谁定义？没有同啊，没有同嘛。萧旭晨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嘛，所以其实大家其实是马英九和萧旭晨引起反感。我这个没有那么复杂，这个同是谁来界定？变成是中共界定之后，马英九和萧旭晨执行，这引起了反感。我没有那么复杂，我是因为马英九基金会还会再办交流。他不是说不让他在陆委会要核准了，陆委会核准一定会的，那挡不了多久。我只是好奇一个问题，很实际的问题，也不用讲那么多求同存异，没那么复杂。下一团再来，再到一个高中，然后抖音又跑出来盘丝洞，那怎么办？是主办单位，像这次是马英九基金会要负责，然后像因为高中是台北市政府管的，先不讲对面光讲台湾内部就好，怎么办？不，台北市有代发啦，那讲的那确实不宜啦，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如果再来一次啦，怎么办？因为马英九基金会是说那个是流言嘛，一直在淡化这个事情嘛。因为主办单位的责任，他有没有责任？他能够做什么？他做得到什么？然后，因为下一个学校要不要接受？我赞成交流哈。那下一个学校如果是男生会变什么？如果是女校会变什么？我这很实际啊。不过因为两岸太久没有交流了，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会导致说，特别在过去一段期间，共机军演绕台，解放军绕台，确实对台湾民众有一些相当的仇意起来。所以越是紧张的时候越要交流。可是如果越不交流的话，代表误会会升高，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执政党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不过是上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刚讲双城论坛。因为媒体上面报道说，台北市也有跟对岸直接讲说，第一个陈情能不能派高，能不能派市长来？那句词叫什么？市长来军演去，意思是说，为了展现善意嘛，你派层级高一点来的时候，军演是不是就暂缓，不要实施，让大家觉得说某种不要像这次他们那个马龙他们那些团来，他的飞机跟船舰的那个数目比以前还高，不是这到底目的是什么？可是看起来这应该是。最后都没有，中方那个地方都没有答应啊，没有答应，那大家就只是照着以前那样走。可是刚才明显有讲，以前这10年也都是副市长来，大家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有交流总好过没交流。你以中国的想法来说，就是它只是一个地方城市的交流。不过因为两岸太久没有交流了，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会导致说，特别在过去一段期间，共机军演绕台，解放军绕台，确实对台湾民众有一些相当的仇意起来。所以越是紧张的时候越要交流。可是如果越不交流的话，代表误会会升高，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执政党要思考这个问题啦。不过是上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刚讲双城论坛。因为媒体上面报道说，台北市也有跟对岸直接讲说，第一个陈情能不能派高，能不能派市长来？那句词叫什么？市长来军演去，意思是说，为了展现善意嘛，你派层级高一点来的时候，军演是不是就暂缓，不要实施，让大家觉得说某种不要像这次他们那个马龙他们那些团来，他的飞机跟船舰的那个数目比以前还高，不是这到底目的是什么？可是看起来这应该是。最后都没有，中方那个地方都没有答应啊，没有答应，那大家就只是照着以前那样走。可是刚才明显有讲，以前这10年也都是副市长来，大家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有交流总好过没交流。你以中国的想法来说，就是它只是一个地方城市的交流。其实你说军演去，这个是军委是谁？习近平啊。你两岸交流的过程当中，两个城市的交流，你跟上海谈说军演去，他要去跟上海跟你讲说，你要我去跟习近平讲吗？你要我去跟军委讲吗？那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谈判，你说对等城市对城市谈到苗华处理，但是苗华现在没有，苗华没办法处理，那个缺还没补，好不好？所以他其实有时候提这一个两岸城市的交流，提到了一个军委城市的问题。我觉得那中国当然不会去谈这个问题嘛。上海市怎么跟你谈说我能跟你保证军演不来？那个呢要往上走的，要往上走。我能跟你保证，上海虹桥机场飞的飞机能够飞多少，但是军机我没办法。军机那个都不是上海市可以控管的嘛，也太政治了。然后你说市长来，因为市长你要求市长来，其实市长来与不来，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啦。因为基本上市长如果没有兼书记的话，如果有兼书记更不会来啦，更不会来啦。没有兼，其实背后市长在上海市的党部是兼，如果他不兼书记的话，他是兼副书记。他是兼副书记。是好了，因为大部分的我们台湾人不太清楚他们的那个制度，他们的市长不是最大的，书记才是最大的。对。然后我们这边政务官跟那个政务跟常务，我们都把政务摆前面。对不起。你要走到中国，常务比政务大，他们的概念跟我们不一样。然后当然你说他兼常委啊，就市委常委，其实市委常委在上海算很大了，常委算很大了哈。我记得有一次去上海，应该是跟一个代表团去了。OK， 原本是应该市长是那个后面当副总理的韩正不出来请客，代为。帮他代表请客的是常委书记出来了，常委出来请客。OK， 所以常委其实在上海并不低哦，他的职务并不低哦。那他是兼副市长嘛？他是兼副市长。没有，不是他，另外一个就那个柯文哲的时候双城论坛他来的那一个吃过饭。其实他的职务基本上在上海其实不算低哦。OK， 那当然你说你要求市长来。当然你说蒋万安的心态要求一个对等，我觉得这个要求也还合理啦。是你要不要来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说两岸的交流、两岸未来的谈判等等都要有一个对等的地位嘛。那个市长说，我也希望你们那边市长来。当然他是一个对等的地位是。这个要求是 OK 啦，那军演那个我就觉得，那个市长超出他的，不要说市长啦，上海书记都没办法跟你回答的问题啦。双城论坛也不要那么政治，但是你们提出这个样的要求嘛，那你上海书记都没办法处理的事情呢，这个要求未免高了一点啦。你说两岸论坛双城论坛在接下来双城论坛如果要举行的过程，一定在国内还会引起一些讨论。那从这一次马办所邀的一些人来，那在未来像刚刚正好讲，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一些团的成型，那这次的事情在未来会有什么一些借鉴，是大家会关注的一个重点。那除了这个以外，整个对柯文哲主席的案子来讲的话，刚才来宾大概把如果要写起诉书，可能用什么的面向去看这样一些事情？那最后，那检方如果真的起诉书里头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兄弟妹，我们下周见，拜拜。